嗨嗨，我是梦幻厨房在我家的 Vivian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经典必学的爆浆系列蛋糕，半熟蜂蜜蛋糕，也有人叫它蜂蜜皱皱蛋糕。这个曾是荣获2020年全球50间最棒咖啡店第1名的星波咖啡的招牌甜点，它完全颠覆了平常对蜂蜜蛋糕口感的认知。蛋糕中心呢，就是夹馅流心的口感，不喜欢夹馅流心呢，就把它烤到全熟，就是非常好吃又湿润口感的蜂蜜蛋糕。不啰嗦，赶快来准备所有材料的部分。所有材料配方就请大家自行萤幕截图，文字食谱的连结我也会放在资讯栏当中，有需要的朋友请多加利用。先来准备模具的部分，我今天用到的是18公分的铸铁锅，里面我们就铺上烘焙纸，甚至可以把烘焙纸揉一下，让它变得皱皱的，因为这款蛋糕呢，就是要有一些手作风的感觉，有点像是之前分享过的巴斯克蛋糕。这个模具就放一旁备用。接着我们来打蛋，这个配方需要2颗全蛋，4颗蛋黄，接着加入砂糖跟蜂蜜。这个蛋液呢，等一下要加热到适当的温度再来打发。这个剩下4颗蛋白的部分不用浪费哦，之前分享过蛋白饼跟杏仁瓦片的食谱，想要食谱的朋友可以搜寻一下。先来把蛋液隔水加热一下，隔水加热后的蛋液呢更好打发。外锅的温度大概可以加热到摄氏50度上下，当然60度也是可以啦。重点就是要把这个蛋液加热到摄氏37度到43度之间，这个全蛋才可以打发的成功。如何成功的打发全蛋呢？之前有拍过非常详细的食谱，大家可以再搜寻一下哦。基本上就是全蛋液加入糖的温度正确了之后呢，再运用最高速来打发就可以。这个泡沫的蛋液呢，会越打越细致，然后颜色也会越来越白，这样就持续高速打下去咯，一直要打到接近影片这样的颜色哦。这个时候可以检视一下泡沫的状态，不只是颜色发白而已，只要用这个泡沫画线或是写个8字，发现纹路都不会消失，插上一根牙签也完全不会倒，这样的打发全蛋就算成功咯。接着直接筛入低筋面粉，有自制香草精的可以加入几滴，不加也是可以，然后就用切半翻炒的方式，甚至动作有点像是在炒菜，原则上就是为了不要产生筋性，绝对不要用同一个方向画圈搅打，否则产生筋性了之后呢，这个蛋糕不会松软哦。动作尽量轻巧快速，拌到没有粉粒残留就把它倒入模具当中。然后记得模具可以震个几下，把大气泡震出来。接着送进摄氏170度预热好的烤箱，烘烤15分钟到20分钟。为什么时间 range 给的这么宽呢？主要是不同的半熟程度，有点像牛排几分熟的概念，想要接近全熟大概就是20分钟左右，8分熟大概是17分钟左右。如果烤的中途呢，发现蛋糕的表层已经上色的差不多了，可以在表面加上一张烘焙纸，避免上色过度。时间到后立刻取出蜂蜜蛋糕，我们来看一下蛋糕的表面上色非常的漂亮，然后震动一下，你会发现呢，蛋糕体整个是端一端的情况，因为里面是半熟，然后放凉的过程会瞬间的塌下去，表面变成凹凹皱皱的情况，这样都是正常的哦，因为它就叫皱皱蛋糕嘛。然后稍微放凉之后，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内部的情况。这一块是烘烤了17分钟左右的蜂蜜皱皱蛋糕，因为这款蛋糕其实大部分都是汤匙直接开挖开吃哦，但为了拍片的美观，我们尽量的把它切块哦。老实说真的很难切，大家可以看到里面就是这样子糖心流心的状态，这个感觉呢，里面吃起来就有点像是有一层焦糖酱的感觉，喜欢很 creamy 口感的朋友，我相信应该是很喜欢的。另外这款就更难切了，这一款是烤了大概14-15分钟左右的蜂蜜蛋糕，有点像是那种接近5分熟的概念，它的半熟状态就更明显了。
喜欢非常非常流心口感的，就可以烤到这样的状态。这个喜不喜欢真的看个人，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就有2派的人。另外这一款呢是烤了大概20分钟左右的蜂蜜皱皱蛋糕，它几乎已经是9分熟了。这个口感基本上就是湿润型的蜂蜜蛋糕，只有中间薄薄的一层微微的夹馅口感，虽然中间没有流心的状态，但是我觉得这一款最耐吃。这个配上黑咖啡、latte、红茶或是奶茶，真的是超完美的组合。我觉得比上传统的蜂蜜蛋糕，这个真的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喜欢蜂蜜蛋糕的朋友一定要试做看看哦。就是今天的分享咯，如果喜欢别忘了按赞留言加分享，最新食谱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更多的生活分享好物推荐欢迎加入我的 IG 跟 FB， 还有别忘了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哦。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While wishing for something better, I try to fix things that weren't broken, misunderstandings and words unspoken. We fall apart.